上个世纪30年代，在西北黄土高原一个名叫西凉外的偏远小山村里，家境贫寒的常在在父母的包办下，极不情愿地娶回来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女人改生。改生什么都好，就是脸上有一块丑陋的胎记。常在内心不喜，瞧不起改生，但父母却极力促成这桩婚事。只因为改生一不要聘礼，二不要酒席，加上父母早逝，没有好家世，最终在亲戚的张罗下嫁给了常在。可常在并不这么想，甚至在拜堂的时候都是被父亲强按着跪下。洞房之夜，常在连改生的喜帕都不愿意接，一个人倒头大睡。一连好几天，常在都不愿意和改生圆房。对于这些，改生都看在眼里，她只能等，期望未来某一天丈夫能够回心转意。改生心地善良，勤劳贤惠，从刚来常家的第一天起就包揽家里所有的活，就连挑水这种重活也要抢着干，没有丝毫怨言。数月之后，苦闷的常在借酒消愁，酒后看到穿着单薄的改生在房里等他，在欲望的驱动下，他想和改生欲行夫妻之礼。然而当他看到对方脸上的胎记之后，瞬间冲动消失于无形。被丈夫嫌弃对改生来说是一种无声的耻辱，她固执地认为是自己的丑陋才导致这段悲情的婚姻，但其实丈夫嫌弃她是因为她早已心有所属。那是她在庙会上邂逅的一个叫葡萄的女人，无奈她家要的彩礼太高，常在无力支付，最后才在父母的包办下娶了改生。改生的贤惠，村里人都看在眼里，直夸常在妈有福气，娶个媳妇比养头驴还能干。得知这些日子儿子还没有跟改生圆房，父亲怒火中烧，拿起棍子对着常在就是一顿打。父亲给常在下了死命令，今天晚上必须把房给圆了。常在跪在地上，一脸的不服气，一怒之下干脆选择了离家出走。改生捡起常在丢弃在地上的红绳，内心痛苦万分。她不明白为什么丈夫不愿意接受自己。父母认为常在吃不了苦，在外面没过几天就能回来。离家的常在找到了葡萄家，却发现他家早已经搬走。通过打听，常在得知葡萄被他叔叔卖到了其他地方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寻找，两人终于相见。常在连夜带着葡萄逃离。没过多久，两人就选择了结婚。时间一晃就过了3个月。这天，改生正在屋外打水，竟看见常在带着一个俊俏的姑娘回来，手上的桶顿时掉到了井里。那个姑娘便是葡萄。父亲大发雷霆，将常在买的东西全都扔出屋外，他只认可改生这一个儿媳。葡萄一来就开始跟改生抢着活干。对于这个情敌，改生没有一点好脸色。葡萄受了委屈，只能去找常在哭诉，看到自己的丈夫竟然在安慰别的女人，改生的心碎了一地。3人就这样维持着一夫两妻的奇葩关系，听起来都觉得荒谬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改生在门口听到了葡萄怀孕3个月的消息，如遭雷击，瘫倒在地。曾经对改生视如己出的公婆，得知葡萄怀孕之后，态度大变，拿出家里仅有的麦子磨成面给葡萄补身子，还嘱咐葡萄少干活，多休息。改生在暗地里抹着眼泪，他不敢哭出声，因为他知道就算自己嚎啕大哭，也没人心疼。每次看到常在和葡萄眉来眼去，改生内心痛苦万分。屋内一家4口吃着热腾腾的面，屋外改生忙碌着生火烧水，他就像一个局外人，与这个家格格不入。思虑再三后，改生决定离开这个家，离开这个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地方。婆婆担心改生就这样回去，难免会遭到村里人的议论，她不想改生成为别人嘴里的那种人。改生心里清楚，有了孙子的公婆根本不可能在意自己。她对婆婆说：“3月的毛孩不过年，赶上冬天，你们就能抱上孙子了。”临行前，改生交给婆婆一架她做的风车，嘱咐道：“啥时候你想我了，就把这个风车插在院门口的杆子上，我远远的能看到。”说完，改生含泪转身离去。离开是他为自己尊严做的最后一点保留。面对离去的改生，常在心里也十分愧疚。他知道自己对不起他，所以特意赶来为他送行。我知道你好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改生离开常家后不久，常家就遭了变故。30年代的西北高原，战事纷争，兵荒马乱，一群士兵来村子里抓壮丁。常在的父亲想救下儿子，却被国民党大兵一枪打死，常在也被对方掳走。母亲听到这个消息，一病不起。临终前，母亲紧握着葡萄的手，让葡萄把风车挂在门口的杆顶上，要绑得高高的，远远就能看到。葡萄虽不明所以，但还是照做了。第2天，看到风车的改生就回到了家里，母亲泣不成声，弥留之际将发生的事情一一告诉了改生。现在这个家已经垮了，母亲自知命不久矣。葡萄身怀6甲，性子又软弱，没人照顾，实在是让人放心不下。
母亲希望改生能够代替自己照顾葡萄，话还没说完，母亲就撒手人寰。面对婆婆提出的要求，改生无力拒绝。料理完婆婆的后事后，改生再次操劳起这个家，挑水、砍柴，所有脏活累活，改生把能做的都做了。可她对葡萄依然是无法原谅，于是黯然地离开了这个家。可葡萄却哭着追了上去，抓住改生的手，恳求她留下来。姐，我知道你委屈，可是常在不在家，你就算不为我，你看在爹娘的份上，好歹等我把娃生下。看到葡萄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，改生于心不忍，便答应留了下来。两个人以姐妹相称，相互作伴。村里的保长觊觎葡萄的美色，有事没事就过来嘘寒问暖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改生总是帮葡萄出头。保长还有点害怕改生，一看改生在家，也就打消了对葡萄的念头。很快，葡萄临盆的日子到了，10月怀胎的她生下了一个女儿。葡萄给孩子取名草儿，希望她能像小草一样蓬勃生长。改生在家里忙前忙后的照顾母子俩，兴许是草儿的出现唤醒了改生身上的母性。原本计划等孩子一出生就离开的她，不但没有走，干起活来更加的有劲，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。为了养活一家3口，改生每日挑来柴火去集市上换钱，来回要1天。好在路上遇到一个赶车的男人，时常捎他一程，省了不少时间。一天，两人正在干活，葡萄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。改生说：“你是在想他吧？”其实改生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5年的时光一晃而过，草儿已经慢慢长大，可常在还是没有回来。改生觉得现在娘俩已经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了，他决定再一次离开。葡萄依依不舍，他已经将改生当做这个家的支柱了。改生知道自己现在不能有丝毫的犹豫，只要常在回来，自己还是要离开。毕竟人家才是一家3口，自己再努力也只是一个外人。葡萄虽心里不舍得，可他也不愿因为自己的自私而断送改生的下半辈子。而且葡萄也听说有个赶车的男人对他有好感，若是两人能成，也算是一桩美事。他比谁都希望改生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即便不舍，也要心存感激，挥手告别。带着一丝悲凉，改生再次离开了这个家。改生离开后不久，保长变得肆无忌惮，满口污言秽语，大白天的就要求葡萄和自己睡觉。葡萄厌恶至极，长此以往的骚扰让葡萄有些害怕，他只能再次挂起风车，希望改生能够回来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改生就重新回到了家里。从葡萄口中得知保长骚扰一事，改生决定好好教训一下他。深夜，保长还想来骚扰葡萄，改生发觉后大叫一声：“没事儿，一只黄鼠狼跑了，差点把他砍死，那他不敢再来了吧？”哼！说罢就将手里的刀扔过去，直直砍在木栅栏上。保长吓得半死，再也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。回来后的改生又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。2个女人带着孩子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相依为命。改生每天都会将扎好的风车带到集市上叫卖。一个算命的老太太看到改生的面相后，变得有些神神叨叨。改生上前询问，老太太直言：“就是头黑驴，那脸上还有印记呢。”这是真的？哎，信不信由你。今世你是错投人胎了。大婶儿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有脸上这个印记在，下辈子那阎王爷呀，还得让你做牛马。照你这么说，下辈子我还是没男人头吗？嗨，咋说呢？除非啊，你把脸上那个胎记去了它。改生显然是相信了对方的话，回到家的他望着镜中的自己，狠了狠心，举起桌上的尖刀，对准脸上丑陋的胎记。幸好葡萄及时发现，连忙制止。改生将自己的不幸全归结到了胎记上，自己这辈子已经这样了，他希望拿掉胎记后，下辈子能过得好一点。葡萄见改生这副半死不活的模样，泪流满面的劝解道：“姐，你别听别人嚼舌根子好吗？你不丑，真的一点都不丑，你的心比金子还亮堂。姐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和草儿也活不到今天。姐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要是个男的，准娶你，一辈子都疼你。”听到这话，改生泣不成声，也放弃了刮掉胎记的想法。草儿生日这天，改生迫切的想要给草儿买一个生日礼物，
但自己的风车没人买，改生就不停地降价，吆喝了半天，终于有一笔生意上门。改生欣喜地将钱揣进兜里，这是他买礼物的钱。晚上，心急的改生因为要赶回来给草儿庆生，便抄了近道。可天黑的路段什么也看不清，改生一时踩空，摔下山坡，昏死过去。还好有路过的村民发现，将他背了回来。大夫看过改生的伤情后，认为他命不久矣，让葡萄提前准备好后事。葡萄不敢相信，一下子晕倒在地。草儿哭着呼喊着改生，希望改生能睁开眼睛看看他。外面的村民连棺材都准备好了，所有人都认定改生不可能再活过来了。兴许是葡萄和草儿日夜的呼喊感动了上天。3天3夜过后，改生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，奇迹般的活了过来。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从怀里掏出生日礼物送给草儿。葡萄见状喜极而泣，在葡萄的精心照料下，改生慢慢恢复了健康。一家3口就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。终于有一天，改生和葡萄正在做风筝时，多年没有音讯的丈夫突然回到了家里，这份平静终究被打破。这么多年常在外九死一生，总算大难不死，平安归来。听完他的经历，2个女人不免红了眼眶。第二天，改生再次收拾行囊准备离去，葡萄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他希望改生留下来和他们一起生活，常在也希望改生留下来。得知了改生这些年为家付出的不易，他打心底里想照顾这个女人，所以他对改生说：改生，你别走了，留下来吧，我会像疼葡萄一样疼你。改生眼圈红了，面带欣慰地回了一句：常在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。看到你能够平安回来，我就放心了。没有别的事了。说完便转身义无反顾地离开了。葡萄和草儿只能在屋顶的旗杆上挂满风车，希望有一天改生看到后能够回心转意，重新回到这个家。只是不知道这次改生还会回来吗？改生从最初为了完成婆婆的嘱托，到最后真心把葡萄当妹妹，是她骨子里的善良与大气，也是对常在一份永远无法说出口的爱。葡萄代表的是具有现代思想的先进女性，她追求恋爱自由，敢于挑战世俗的压力。改生代表的则是传统女性对爱情和家庭的守护。当常在回归时，她以离开的方式成全了真正意义上的3口之家，本质上是她对爱情有了更深的领悟，同时也代表了传统包办婚姻对自由爱情的让步，以及那些束缚人性、压抑人欲的传统婚姻观念，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。但愿这一次改生不要再回来了。